黄山，古称依山，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，地处安徽省南部，黄山市北部。因为传说轩辕黄帝曾经在这里采药炼丹，以为黄帝之山。黄山以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、东穴五绝及九龙瀑、人字瀑和百丈瀑三瀑著称于世，有天下第一奇山、天开图画、松海云川之称。黄山境内分为温泉、云谷、玉屏、北海、松谷、吊桥、伏溪、阳湖、伏谷9个管理区，有1000米以上高峰88座，其中莲花、光明顶、天都为黄山3大主峰，海拔均逾1800米。黄山境内有大量的文化遗存，另有现存摩崖石刻300余处，孕育了中国山水画黄山画派。黄山境内动植物资源丰富，森林覆盖率达 84.7%， 已知脊椎动物达300余种，鸟类170余种。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游遍全国的名山大川归来，总结出一句话：5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他认为黄山风景胜过5岳，5岳胜过天下群山，黄山的风光可见一斑。黄山有72峰，素有36大峰、36小峰之称。主峰莲花峰海拔高达164.8米，与光明顶、天都峰并称黄山3大主峰，周围还有77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。黄山全山有岭30处，岩22处，洞7处，关2处。黄山也有丰富的第4纪冰川遗迹，主要分布在前山的东南部。典型的冰川地貌有苦竹溪、逍遥溪为冰川移动创石而成的 U 型谷，眉毛峰、鲫鱼背等处是2条 V 型谷和刨石时残留的刀脊。天都峰顶是3面冰斗刨石遗留下来的角峰。百丈泉、人字瀑为冰川谷和冰川之谷相汇成的冰川悬谷。逍遥溪到汤口、乌泥关、黄石荡等和床阶地中分布着冰川搬运堆积的兵器石，传为轩辕黄帝炼丹用的丹井、药臼，也是由冰川作用形成的冰臼。黄山集81年地质史于一身，融峰林地貌、冰川遗迹于一体，兼有花岗岩造型石、花岗岩洞室、玄坛溪瀑等典型地质景观。前山岩体节理稀疏，多球状分化，山体浑厚壮观；后山岩体节理稠密，多柱状分化，山体俊俏，形成有前山雄伟、后山秀丽的地貌特征。黄山经历造山运动和地壳抬升，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作用，才形成奇峰林结构。黄山山体主要由燕山期花岗岩构成，垂直节理发育，侵蚀切割强烈，断裂和裂隙交错，长期受水溶蚀，形成花岗岩洞穴与孔道。黄山有5绝3瀑，5绝是指黄山的5种独特景观，分别为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、东穴。3瀑是指黄山的3大名瀑：人字瀑、百丈泉和九龙瀑。奇松及形态奇特的松树是黄山5绝之首。黄山无峰不石，无石不松。72峰处处都有青松点染，如一支支神奇的画笔，把500里黄山抹上了生命的色彩。于是景美了，山活了，风动了，云涌了，雨多了，泉响了，连山石也有了灵气。难怪古人说黄山之美始于松。黄山奇松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迎客松。迎客松挺立于玉屏峰东侧文殊洞上，破石而生，寿逾800年。松明始建于民国黄山指南，树高10米左右，胸径64厘米，地径75厘米，枝下高2.5米。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.6米的2大侧枝展向前方，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挥展双臂，热情欢迎海内外宾客来黄山游览。此松被称为黄山松的代表，姿态苍劲，翠叶如盖，刚毅挺拔，彬彬有礼，形象可爱。黄山千岩万壑，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许多姿态不同的怪石，其形成期约在100多万年前的第4纪冰川期。星罗棋布的黄山怪石点缀在波澜壮观的黄山峰海中，它们形态别致，或大或小，争相竞秀，意趣无穷。黄山峰海无处不石，无石不松，无松不奇。奇松怪石往往相映成趣，据说黄山有名可数的石头的就达1200多块，大都是3分形象7分想象，从人的心里移情于石，使一块冥顽不灵的石头凭空有了精灵跳脱的生命。天都峰是鸟瞰黄山壮丽全景的理想之处，因此人们说不登天都峰等于一场空。天都峰的峰体拔地摩天，险峭峻奇，是黄山群峰之中最为雄伟壮观、最为奇险的山峰。其雄伟博大之气势，
虽然高度不及莲花峰和光明顶，但着力地表，在黄山群峰中最为雄伟壮丽。尽管海拔不是最高，但绝对堪称黄山第一峰。所谓云海，是指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形成的云层，并且云顶高度低于山顶高度。当人们在高山之巅俯首云层时，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云，如临于大海之滨，波起风涌，浪花飞溅，惊涛拍岸。黄山一年365天，只有51天可以看到云海。游过黄山的人都说，黄山的主旋律是在云雾中。这就是说，黄山最好的景色是在高峰地带，而且是有云雾时为最佳。黄山云海特别奇绝，漫天的云雾和层积云随风飘移，时而上升，时而下坠，时而回旋，时而舒展，构成一幅奇特的千变万化的云海大观。每当云海涌来时，整个黄山景区就被分成诸多云的海洋，被浓雾笼罩的山峰突然显露出来，层层叠叠，隐隐约约，山之秀之奇在这里表达出来。飘动着的云雾如一层面纱，在山峦中游曳，景色千变万化，稍纵即逝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一样。自古黄山云成海，黄山是云雾之乡，以风为体，以云为衣，奇瑰丽多姿的云海以美、胜、奇、幻享誉古今，尤其是雨雪后的初晴、日出或回落时的霞海较为壮观。怪石、奇松、枫林漂浮在云海中，可领略海到尽头天是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境界。黄山冬雪即黄山冬季下雪，大雪覆盖黄山的景观。黄山不仅平均气温较低，而且由于黄山地势高耸，其温度又随地势升高而递减。半山寺、云谷寺1线以下，四季还比较分明，而上方的光明顶、玉屏楼、北海等，春夏秋3季只有140天左右，其余皆为冬季。黄山季节还比平原来得迟，所谓高处不胜寒，黄山冬冷，历时又长，春天总是姗姗来迟。从山路向上，一般每垂直升高100米，入春期约推迟3天。温泉区4月3日进入春天，而光明顶则要推迟到5月13日。正如唐代白居易在诗中写的：“人间4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诗人描写的就是山区与平原在季节上的差异。黄山的冬日雪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绝美的画卷中。当登上黄山的主峰，远眺四周，我们将看到一片皑皑白雪覆盖的山脉，宛如银装素裹的仙境。山顶的奇岩怪石与积雪交相辉映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。此时，太阳透过云层洒下的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仿佛给山脉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华衣。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，放眼望去，山间天地皆白，浩然一色。奇松怪石满目银装，林木如海，玉树琼花满枝。俯瞰山景，皑皑冰雪遍铺峰峦，在冬雪的映照下，更显巍峨壮观，如同银色的巨龙蜿蜒盘踞，气势磅礴，让人无不感叹大自然的绝妙和神奇。云海浩瀚，如浪花般在雪色山巅奔涌，远处的山峰淹没在云涛雪浪里，若隐若现，宛如海上仙岛，不知天上人间。九龙瀑是黄山第一大瀑，也是黄山的主要自然景观之一。全长600米，落差300米，一瀑9折，一折一潭，形成9瀑9潭的壮丽奇观。其位于云谷西路上山处，瀑水源于天都、玉屏、炼丹珠峰，汇入云谷西，然后在香炉、罗汉两峰之间的悬崖上奔流而下。瀑布共分9折，一折一瀑，一瀑一潭，故名九龙潭。古诗这样描写了九龙瀑：飞泉不让匡庐瀑，峭壁称天挂九龙。大雨之后，山洪爆发，激流翻腾，吼声震天，溅珠飞雨，高达数十米，瀑坛不分，幻似一条接天及地的巨龙，飞舞在清风翠峦之间。阳光照耀时，更加彩虹飞舞，壮美之态世间罕见。若久旱不雨，九龙瀑仍流水不竭，潭瀑分明，潭面水色五彩缤纷，幻化万千，或像片片龙鳞，或如朵朵牡丹，或似金蛇游弋，艳丽迷人。人字瀑古称双龙瀑布，海拔660米，背后是摩天接日的天都峰，故人们又称它为天都瀑布。人字瀑巍岩100丈，石挺岩腹，在此时朱砂两峰之间流出，一源二流，清泉分左右两边岩壁下泄，形成人字形流下。瀑长50米，每当大雨季节，瀑布水量骤增，这个巨大的人字就变得丰满遒劲，宛若颜鲁公之楷书；而当久旱水少，瀑雨细小缥缈，瘦削苍青，又如李阳冰之铁线传。100丈瀑位于青潭峰和紫云峰之间，沿着千尺悬崖垂落而下，宛若一匹白练悬挂眼前，甚为壮观。100丈瀑在大水和小雨时景色各异，
枯水季节，百丈崖细流涓涓，如轻纱缥缈，素蔓舒卷，称为百丈泉。枯水季节涓涓细流，如轻纱缥缈，称百丈泉。泉上为布水源，下为百丈潭。每当雨季，巨大的悬崖上瀑水奔流，直泻百米，犹如白卷长垂，疑是银河落地，气势不同凡响。黄山披着云雾面纱，露出奇峰异石的影子，就像一幅天然水墨画，让人无限神往。这座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自然杰作，不仅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更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。它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访，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转发。这里是世界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